靓仔，击球点位对母球运动的影响：中间靠上点位高，往前跑得快；靠上点位中高，往前跑得少；正中点直接定住；靠下点位中低，往后跑得少；靠下点位低，往后跑得快。接下来是加赛情况：左上点位修正瞄准后带左旋转，笔直向前；没修正瞄准，带左旋转，朝右前方跑，吃库后朝左弹回。右上点位修正瞄准后带右旋转，笔直向前；没修正瞄准，带右旋转，朝左前方跑，吃库后朝右弹回。中间靠左修正瞄准后定住，同时带有左旋转；中间靠右修正瞄准后定住，同时带有右旋转。左下点位修正瞄准后带左旋转，笔直向后；没修正瞄准，带左旋转，朝右后方跑，吃库后朝右弹起。右下点位修正瞄准后带右旋转，笔直向后；没修正瞄准，带右旋转，朝左后方跑，吃库后朝左弹起。想要系统学习更多台球技巧，记得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。下课。想打好台球，必须得熟悉各种杆法。技巧一：高杆吸库球。遇到这种2颗球同时在袋口，可以选择高杆吸库，用高杆瞄准目标球3/4的位置，直接击打就可以了。一次进2颗，省台费。技巧2：低杆前进赛。遇到角度比较小的时候，直接打低杆，白球会撞到障碍球，导致黑球不好打。此时可以选择抬高后手打低杆，白球就会向前跳跃后，再产生向后的低杆效果，轻松叫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3：登杆技巧。登杆怎么打？距离近打中间偏上，距离远打中间，想往后登一点打中间偏下。击打高度只需要用手架调节。技巧4：长扎杆。这个球型想要击打黑球几乎不可能，但你只要抬高杆位，瞄准库边方向，击打白球的左塞点位，白球会先让库边凹陷，带着左旋转碰到第2库，接着产生一点点弧线绕过这堆障碍球，将黑球打进。技巧5：低杆减速。打进红球想走位黑球，必须要用到很小的力量，但这样会让进球率变得很不稳。所以想要力量大一些，又能把白球停住，就得用到低杆刹车的杆法。杆头杆撞击白球时，速度会比较快，经过低杆旋转与摩擦力作用，球开始逐渐减速，打出想要的刹车效果，顺利走到黑球的位置。这一招非常好用。下课。靓仔，白球一靠库，还有啥准度？有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。究其原因都是手架不对。如果在库边上用常用手架，第一，球杆与桌面夹角过大，只要打出一点点塞，就会让白球产生弧线而打不准球。第二，如果稍微用点力打角度球时，还会让白球起跳飞出台面。如果你用了正确的手架，将球杆放平一些，即使大力也不会飞出去。第三，手架距离母球太近，后手回杆的空间不够，力量就发不出来，也会影响准度。今天来教大家白球靠库的各种手架摆法。当白球与库边有点距离，但正常手架不好放，就用这个手架，翘起食指、中指和大拇指轻贴球杆，食指护住球杆。重点来了，食指是指关节轻靠球杆，并留出一点空间，这样出杆才比较顺滑。如果是这样勾着球杆，是很难受的。所以我们只需要这样轻贴，不让球杆左右晃动即可。再来看一下完整的动作，熟练了以后会非常好用。当白球离库边再近一点，就用这个正常的 V 字手架，整体手架向后移动，4个手指搭在库边上，增加运杆的距离，这样出杆力量才会扎实。如果当白球完全贴库了，就要再向后移动手架，此时只有3根指头搭在库边上，小指下折绷紧手架，这样可以减少手架的晃动，让出杆更加稳定。这里要注意的是手架支点的高度，太高容易不准，太低容易滑杆，微微的抬高一点，这样击球时力量才会扎实。什么？学了没有用？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了你，像戒不了呼吸。靓仔，白球吊带怎么办？分4种情况。开球吊白球属于犯规，给对手线后自由球，只能往上打。会不会打球啊？真是欲。平时白球吊带属于犯规，给对手全场自由球，任意打。打黑八没进，但白球进了，不算输，给对手全场自由球。我终于进了，来啊来啊！趁黑出动。
打黑八有进，同时白球也进，直接算输。下课。靓仔，想提升台球准度必学的3个训练步骤，开始教学。瞄准能力的培养需要3个步骤。首先，你需要拥有打准母球中心点的基本功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球杆就是瞄准器，但只有从中心线方向通过的时候，球杆的方向才与白球方向一致。如果出杆的时候打在了白球的左边，则白球的实际线路就会偏向右边。打在右边，白球的线路就会偏向球杆方向的左侧。想让白球的方向和球杆的方向一致，推荐训练方式：一个球朝对面库边笔直击打，弹回来能刚刚好撞击到杆头。等熟练了以后，接着进行直球瞄准训练。直球瞄准主要是为了训练重合度的感觉，要能预测得到白球最终撞击到红球时的重合度，用白球的最左边和最右边与红球的最左边和最右边相连，这就是白球运动的体积路径。把球杆放在这中间，这样瞄准直球会非常精确。瞄准的时候，如果完全重合，红球就是球杆的方向；如果只重合一点点，红球的线路与球杆的方向接近90度，那就直接瞄准重合度一点点的位置。如果红球在这里，角度大约是45度，瞄准重合度大概是1/3的位置。训练角度球时，需要将2颗球定点进行训练。站在2颗球的正后方，通过观察袋口与红球连线的角度来判断白球的重合度。初学者可以先走到红球的进球线后，用球杆辅助放在红球后方半颗球的位置，保持杆头不动，旋转球杆到白球正上方，朝这个方向击打就可以了。无论白球在什么地方，白球最终撞击的位置都是不会变的。靓仔，手架不稳，打球不准。今天讲讲台球必学的7个手架。简易手架，五指张开，手背微微拱起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这种手架视线良好，日常使用。后斯诺手架，抬起平手架，2根手指向后折，增加稳定性。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后面有障碍时使用。库边手架，五指张开，大拇指藏起来，食指护住球杆，呈直角状态，让出杆更稳定。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距离库边不是很远的时候用。凤眼手架，抬起食指卡进球杆，大拇指指腹贴住中指的第2个关节，然后食指弯曲扣住大拇指，形成封闭的手架。这种手架适用于大头杆，打强烈杆法时使用。近库手架，当白球距离库边较近时，手架放在库边上，由于支点过高，容易影响击球的稳定性，此时需要用到库边手架。大拇指与中指贴于球杆，食指弯曲护住球杆的另一侧，并呈直角状态。记住，食指一定要给球杆留一点点空间。用这种库架打球，就能大大的提高进球的稳定性。贴库手架，平手架拉远一些，搭在库边边沿上，稍稍抬高一点后掌。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贴库时用。扎杆跳球手架，握成拳头，张开食指与大拇指，2只手指做成圆形，环扣球杆。这种手架适用于凌空跳球和扎杆时使用。下课。靓仔，对于新手来讲，很多人可能最害怕的就是直线球了，总是打歪。大部分原因是在瞄准时，球杆就没从白球中心点瞄出去，这样打白球就会偏右了。也可能从白球中心点瞄出去，目标点没瞄在进球点上，这样打白球就会偏左了。那么在瞄准阶段，利用3线瞄准法进行瞄准，只要出杆直，直线球就是百发百中。从白球的直径两边最边缘与目标球直径两边最边缘连线，此时会得到一个等腰梯形。如果当你视线不在2球正后方，你就会发现它不是等腰梯形，自然需要调整视线到正确的位置上。此时再将球杆放在中间，而球杆的延长线会将等腰梯形一切为2，左边就会和右边相对称。在出杆时，同样带着这3条线的感觉，可以将白球的方向牢牢锁定在这条路径之中。这样的感觉训练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培养出球体的体积感。比如说我们在薄球时，已经知道了白球的体积感，用3线瞄准出去，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可以蹭到多少部分，找到适当的重叠部分，就能轻松的打进薄球。快去试试看吧。下课。靓仔，打台球必学的9个杆法击球点。开始教学。台球的各种杆法都是通过击球点和力量来控制的。先了解一下常用的击球点位和效果。中杆、高杆、低杆、左塞、右塞、
斯登高杆左塞，斯登高杆右塞，斯登低杆左塞，斯登低杆右塞。靓仔，你学会了吗？下课。